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大主题，我们来关心美伊决战2.0正式的开打。川普怒呛说他会再炸，10字搞3。另外一方面，伊朗在最新消息我们收到是他发动的这一波叫做纳斯尔2的军事最新的行动，直攻美军的军舰，还有现在美国面临的问题，包括了飞弹告急、士气崩盘。难道伊朗已经越打越强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首先欢迎前成功级舰长黄镇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市民好，各位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市民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帮我们节目按赞，并且按下热推荐，一样希望跟我们互动，写下思敏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做回复。提醒观众朋友，环球大战线会员频道已经成立了，赶快按下加入键，成为我们的战友吧。好，今天节目美伊战事，赶快来看到3个火线话题哦。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到美伊的战火2度的正式引爆。川普现在已经正式下令要重启这一波大攻势，但是伊朗我们看到不只是做飞弹的反击，把战火现在直接波及到了波斯湾当地多个美军基地，要威胁美军的海上力量。难道伊朗越打越强，越打越敢打了吗？第二件事情，川普锁定了伊朗的地下核堡垒，现在在关心的是说，是不是他的巨型钻地炸弹也未必能打得穿这一座核堡垒呢？如果空袭无法真的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川普会不会派地面部队来攻击伊朗？这个是持续要做关心的。第三件事情，林肯号的航母已经苦撑200多天，到现在都没有休息，像是它的飞弹库存也在快速的下降，官兵甚至喊说，没有人是为了这样才入伍，美军撑得下去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一次深入的剖析。美伊大战这一次再度的引爆，美国总统川普也正式的通知国会了，说美军7月7号当天重新恢复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主张停火期间，因为呢暂停了这一场战争，所以呢之前的时间都不能算在内，必须要重新算起。民主党的这些官员听到的之后是非常的生气，认为川普是在刻意曲解法律，把一场他原本说，大家还记得吗？川普说，美伊战事只会打4到6周，民主党痛批说，现在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尽头的一场中东战事。这个是在政治上的讯号。军事上确实，美军在战场上这一次，包括了伊朗在内，有了非常大的动作。今天会来一次看到。现在看到美军的最新动作，已经连续3天的晚上对伊朗展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了。打击的目标，这一次的攻击又比以前还要更加锁定在特定目标，包括了伊朗的防空系统、它的暗制雷达站、飞弹发射阵地，还有它的舰艇维修设施、无人机跟它的快艇基地。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也放话，有超过5万名美军现在呢都已经部署好了，全部放在中东地区，随时可能展开新一波的战争。而包括了在军事面，我们也看到战机也都准备好了。在中东的上空，现在出现了10多架美军的军机，当中包括了 KC-135，还有什么呢？空中加油机啊、预警机、P-8海神巡逻机，全部部署在波斯湾、阿曼湾跟沙烏地阿拉伯的上空，准备待命，恐怕很快会发动下一波战争吗？川普开枪了，我们今天晚上就会狠狠的痛击他们，明天也会继续下重锁。这个是美军的最新攻势。当然了，伊朗方面也有所反击。我们现在要来赶快看到伊朗的最新攻势，发动的这一波攻击叫做纳斯尔2军事行动，朝的方向它也已经锁定好了，巴林、科威特、卡达、约旦、阿曼等国的美军设施发射了飞弹、无人机，锁定了包括它的通讯系统、它的火箭的发射系统、爱国者飞弹、长程预警雷达，还有它的航母的后勤支援中心跟战机维修中心。伊朗也宣布会对当地美军的敌对的这些舰艇发射巡弋飞弹，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荷姆兹海峡上2艘的阿联的油轮被飞弹给攻击。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这个攻击造成了1死8伤这是我们刚刚也收到的最新消息。好，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舰长怎么看了美伊2.0大战再起，现在双方的攻击目标越来越清楚了。
背后的盘算是什么？川普这一次有办法只靠空袭拿下伊朗吗？还是像上次一样高高举起，最后急忙收场？舰长怎么看？首先，我非常希望，我发自内心的希望跟所有的观众讲一个，我认为美国会大打，川普这一次会大打出手。但是我先告诉你，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你知道，美国没有能力，这场战争他打不起。那你说既然打不起，那为什么现在摆成这个架势呢？因为这场战争你叫它完全停火，变成一个和平的状态那是很困难的。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以色列在中间是不听话的。他不能让这场战争停下来。如果美国撤走，以色列后患无穷，因为所有中东地区那个叫做伊斯兰武装团队，就是觉得，你看美国走了，以前就是美国帮你那现在美国走了，你不知道我没让你，这些人通通会就是可能趁这个机会来打以色列。以色列知道不能的，所以以色列会想尽了办法破坏。第二个就是伊斯兰这一方面太多国家，它不是一个国家。美国今天总统川普说停火就停火，伊朗说停火就停火了。那么多地区的武装组织，这个好比说这个叫做什么什么哈马斯的，还有那个叫什么的胡塞组织，那一个人拿个火箭筒就对以色列去打一下，这东西很难停。而且我再跟你讲，连伊朗自己本身都很难说停就停。为什么？他的政府谈判的是一个和谈的，对不对？底下有一个什么革命卫队？革命卫队你知不知道？他一直想抢这个领导权。对，当你这个抓到武力的时候，你想抢领导权，就是这个和谈的代表说什么你都说不。他说应该可以停，我就不停，我就是要叫你这个人挤掉。这就是一个因为伊朗现在你知道群龙无首，能够一锤定音的都被杀掉了。所以这里大家在抢，所以这就非常困难。而且我再跟你讲，像今天刚刚这个主持人有说到2艘船不是被打吗？有谁出来承认是他打的吗？还没有。那我问你，如果那两枚飞弹是以色列打的呢？或是我这样讲，就是伊朗他的革命卫队打的，可是他的那个决策者怎么知道是不是呢？你知道他这个地方太混乱了，整个的和平几率极其渺茫。这个打来打去会拖很久。但是你说大打，我再一次说，像他们这个打这些东西都是小打小闹，什么打他的这个什么快艇打什么。我跟你讲，打一个东西，你一看到就是你有股票赶快跑。就是美国把那个哈尔克岛整个给炸毁了。哈尔克岛是伊朗90%以上石油的输出地，炸毁了伊朗的基本上它的所有的经济能力就没有了。这个是个指标，那一定是美国先打。因为伊朗不会自己寻死，那美国打了之后，伊朗会怎么样？知道？他会把荷姆斯海峡布满了水雷，你也很难的去这个收拾。这是2个指标。只要美国没有打哈尔克岛，不管他打了刚才看那所有的东西，能有什么用？你想说地面轰炸能够战赢它，不可能的。还有地面部队怎么可能进去？伊朗的土地是台湾的46倍大，它20%是平原区域，都是跟我们像山脉一样的崇山峻岭里面有多少躲藏的地方，多少山洞，你怎么推进去？一开始打的时候，还有人说库德族要从那个西北这样子打过去，你去看看那个图，西北那里有个大概300公里长的那个高山峻岭。库德族光从这头走到这头就已经死掉了。不太可能。这就是我对这个判断。第一，整个平息不太可能，大打，我真希望他大打，也不太可能。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新一波美伊之间的互相攻击。刚刚我们说的伊朗这一波攻击叫做纳斯尔2的军事行动，他说了这一波行动还会持续的扩大。那所以呢，同时间我们看到川普再继续的放话了，他已经锁定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伊朗的核设施。他说有可能来下手，就是位在十字高山的地下核设施，这里被视为是伊朗最新也是他最神秘的地下核堡垒。但是要拿下有这么容易吗？现在外界也在判断说，你美国要打伊朗，其实也早就准备好了，包括他们早就把他们的各种设备都移好了，不管是这当中的离心机核设备，或者是高浓缩铀，都已经转移到山体的深处去了。而且美军要头痛的事情是，这座设施的防护能力是高于福尔多核设施的，因为呢，它有一个深层的隧道跟多重的掩体，所以美军即使拿出它的 GBU-57巨型钻地炸弹，也未必能摧毁整座地下核设施。如果摧毁不了的话，真的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吗？那上这个怎么看？
哎呀，川普如果真的要打这个十字搞山哈，你为什么要先讲呢？首先，伊朗听到你讲，他不会有所准备，或其实里头还有东西撤离吗？如果真的要打，就打了啦。我们要看这一次的，我觉得美伊的这个动武，从7月8号这一场，包括到其实昨天的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特别伊朗有回击，伊朗在今天凌晨到今天中午，我们录影今天是7月14号，今天中午伊朗总共从凌晨开始有5次的回击。哈，先看美国。美国这次为什么打起来？其实是因为核武兹都知道，其实谈判谈不清楚。可是就在7月上旬的时候，因为先前就是川普就讲说，哎呀，核武兹可以走了，而且大家至少可以走靠阿曼这边，不要走伊朗这边。所以因为川普讲大话，而且川普告诉了这个世界船舶协会跟中东的这个海合会，都是跟船只的，他们这里头辖下有几千艘这个货轮航运的部分，好，你们都可以走，你们可以走。于是这里头就刚刚提到的那个印度跟新加坡，他们就跑来走啊，就被伊朗打了，警告他们。所以那一警告之后，是大家都不敢走了，全部。然后伊朗说你们走绝对没有问题。结果刚刚世界船舶协会没有人敢走，而且后来也不信任，公开当中也不信任川普所说你们可以走。川普是因为这件事太没面子，火大，才在7月8号开始攻击。所以每一次战争的原因的启动点不同，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国际评论也说，这次是川普面子挂不住。好，所以川普很厉害，这个很猛。从7月8号开始，包括一路下来，7月8号出动了100架次，然后呢，在昨天前天出动了140架次，攻击了14座城市，300多个具体的地方，其中包括水电站都攻击哦，还有5大港口。这5大伊朗的港口从波斯湾沿岸一直过来，是炸得蛮严重的哦。好，所以这里头其实我们来看这里头敏感点，我们刚刚讲的核设施，可是这次其实攻击伊朗的核电厂，这里头包括伊斯法罕跟布什尔的核电厂，核电厂没炸他炸核电厂旁边的厕所跟办公室，有点像现在俄罗斯在攻击基辅一样，炸你核电厂没炸，但你周边把你炸掉，所以。你说这个是警告作用，如果是川普这么狠，我接下来就打你核设施，我就核电厂都把你先炸了，就只炸你的厕所跟办公室。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很尴尬的地方，这次其实川普是下重手，包括伊朗在德黑兰北部的当中2条铁路动线哦，都知道伊朗现在能够打下去，除了他们武器还有之外，另外就是经济的补充都炸了。可是伊朗6小时之内就恢复，就修好了。7月8号的时候炸了之后，修了4天。已经很厉害了。这次除了港口带炸没有办法那么快，但其他的地方炸，因为都是几发导弹分一分哦，打1-2发、2-3发，所以人家在6小时就把铁路恢复了。所以就是说，现在要考虑会不会更重手在核设施，包括美国在思考会派出地面部队，我觉得不可能啦。因为我们从看这次启动点还是为了荷姆兹海峡的利益。所以这个利益本身当中，其实而且这次我讲伊朗的回击很猛的，从今天凌晨。2点第一波打了这个巴林，3点第二波把科威特，他打什么呢？打美国在先前被摧毁之后补充的所有的雷达系统，其中有包括从欧洲运来的、从美国运来的，这当中其中包括那种跨州的雷达，也就是说，这个雷达在伊朗其实蛮有，这次回击，我说就今天哦，10号凌晨很有战术的，因为雷达这件事情是美国如果后面还要进一步攻击的眼睛，不是只有航空卫星而已，它这些雷达，而且是最新刚运来，从欧洲调过来，嘣就被打掉了，所以最终还包括打了几个，包括这个1-2个企业，就美国的一些企业总部又有被打，所以这里头全面攻击，你看看伊朗没有一个不理智的回击，所以它精准的对于美国，如果你还要继续下重手打的时候，我把你的雷达都打掉，而且在今天一路打到今天中午，所以这5波的回击，你可以看到，你不能说这个伊朗这一次被炸惨了。伊朗至少在回击方面依然有他们的战略，所以我觉得这次看待当中来讲，美国就有能力下重手吗？我觉得还没到那个时机。好，这一场这个美伊之间的2.0战争，起因是川普的面子挂不住，再次的爆发这场战争。那短短的1天之内，我们刚刚看到嘛，伊朗发动了5波攻击。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来看到它的这个各种的战损恢复的速度非常快。除了说铁路被炸快速的恢复之外，另外北约情报也预估说会有超过60%的飞弹库存都还是存在的，这是伊朗方面。无人机最快他说半年就可以恢复了。
再来，我们来看了美国现在面对的最大问题，跟伊朗不一样，它的战损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恢复。我们先来看到几样武器，首先是它的林肯号在中东作战到现在已经部署210天了。好，这个上面的官兵啊说，他们真的感觉太累了，还向家人求救说，没有人是为了这样才入伍的。再来看到具体的武器库，现在到底剩下多少的武器，或者是哪一些已经被消耗了？目前初步做了一个统计，是超过30%他们的战俘都已经没有了。那么还包括了近半的爱国者、半数的萨德系统都需要补充，时间更是惊人，需要2到4年哦。CSIS 就揭露，就算现在我们把它设定为战争的战时的生产状态，也未必能够见效。现在是不是这场消耗战，美军看起来比较吃力呢？干哥怎么看？CSIS 的那个估计会比较合理啊，它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讲什么？他讲爱国者已经用掉一半，然后呢，萨德也用掉一半。然后战俘用掉30%，这一定不是空穴来风。那你想想看，用掉一半啊，什么一半？就是所有库存的一半，也就是美国成为全球的强权，它这些东西它用掉一半了，用掉一半是很严重的事情。那用掉一半没有关系啊，以前美国是世界工厂啊，赶快造嘛，对不对？你知道它现在1个月能够造多少爱国者吗？1个月只能造15枚。那萨德呢，是完全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生产线到目前为止根本没有办法，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根本没有时间去搞这个，他光是其他的项目，他就没有时间给你弄这个。所以爱国者飞弹那是雷神公司的，1个月只能造15发。那还有那个战斧巡弋飞弹，1个月大概只能造20发。那你去想想看。听到这个数字，你去想想，我看我们中国的这个，如果马上要做东风17、东风26的话，那个速度比它快多了，对不对？现在我们讲的是还没有到打仗的时候，中国的生产力就已经不得了，但是美国现在在打仗啊，可是雷神公司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们的生产速度只是这样啊，那就问 CSIS， 你预估看看，美国要多久才能恢复？然后他们就讲了一个数字，3年，3年以后才能把这次在跟对伊朗战事的消耗给补回来，所以大家就能够理解说，刚刚舰长跟上次都讲的，如果真的要大打一通啊，拿什么东西来打？所以这是很难的事情。大家看到这边的话，大家就已经比较可以理解。所以美国在好多年前就开始跟2个最好的盟邦讲，一个叫德国，一个叫日本。你们建立生产线，帮我做爱国者飞弹。日本3年用了3年，日本现在已经在开始生产了。日本是最听话，也最有实力能达成的。德国在2022年就叫他开始做了，今年2026年4年过去了，德国说对不起，我们还没有做好，所以做不出来啊。那是爱国者。再讲到萨德，萨德是终端高空防御系统，也就是它可以打那个洲际弹道飞弹的，1枚萨德飞弹3亿台币，这个飞弹打出去收不回来，为什么？因为没有生产线可以做。20年前，我们的国防部长，台湾的国防部长唐飞，当时他就拒绝了美国，说你要叫我们搞这个萨德啊，那个叫钱坑啊，我们不要。20年后，我们看到这个国防部长讲的话真实在，所以大家就晓得说，美国要打这场战争，他自己都没有搂看自己口袋里面还有多少东西。最重要的，讲完弹药不足之后，再看看林肯号航空母舰，那是继上次大家还记得吗？福特号部署326天，那船上的水兵都快疯了。但是福特号它曾经靠过好几个港口，也就是说，它曾经停下来让官兵去上岸。而没有回到美国的母港，可是中间300多天，他有好几次4、5次让官兵至少能够放假上岸去嘛，对不对？不管你是在中东巴林还是哪里会上岸，林肯号部署210天了，已经听说创纪录，没有靠港，为什么？你说，那至少靠一个港让他下去嘛？他说没有，只有1次，
在关岛靠了港，可是官兵都下不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不到1天就船又开走了，所以兵下不来，所以那个水兵他就寄给家里的，用 email 寄给家书说，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才来加入海军的，如果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要这样。所以说，川普最喜欢听那首歌叫做《In the Navy》啊，那个合唱团唱的，然后 In the Navy， 然后我们不是为了这样而 join the Navy，所以他们现在都很后悔了。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北京出手了。这一次呢，针对巴拿马，我们来看到，它每扣押一艘船呢，就会赶走船东决定不使用巴拿马的国籍。所以现在算起来，每扣押一艘船就会吓跑1.5艘船。现在呢，一共算起来是有642艘商船都弃籍逃亡了。此刻，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巴拿马立刻急赴北京求续约。再来，我们也看到了，林健也喊话了，呛巴拿马。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注。巴拿马这次真的撑不住了，我们要来看到最新统计哦。截至6月份，中国对巴拿马籍的船舶进行的这个海上的港口国监督的检查，已经达到了超过470艘了。光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的船东决定不再使用巴拿马船籍了，超过642艘大逃亡，退出巴拿马的船籍。原因很简单，船商他们船被扣押在这边之后，压力很大，除了会影响船程之外，还要付出许多巨大的成本，不管是船租或者是货柜的滞港费、违约金或者是船员的成本，累积起来初估光是1天就要烧掉1.8万美元，换算新台币大约是60万元。那么中国大陆不只是针对巴拿马的船籍祭出这个报复性的制裁，还有呢打的是法律战跟贸易战。我们先来看到法律战，最新启动的国际仲裁向巴拿马求偿至少20亿美元，这是长江和记做的。再来看到贸易战了，中原海运决定呢要全面暂停部分在巴拿马这边的业务，并且呢针对巴拿马新的投资全部做冻结，预估损失超过数十亿美元。再来，另外一个贸易战就是针对巴拿马的农业了，加强对巴拿马的香蕉、咖啡的进口做严格的检查，导致现在巴拿马70%的香蕉都没有地方可以做销售。当然了，巴拿马的农民压力非常的大哦，现在日子过得苦哈哈。我们先来看到，首先看到中国大陆加强对巴拿马籍的船舶做检查，扣押1艘，吓跑1.5艘船。这个要付出多大的一个经济代价？为何全球的船东宁可放弃巴拿马籍，也要做这样子的决定？上次哥怎么看？好，首先我有更新的数字哈。那么我们是6月14号录影，在6月13号昨天，中国大陆跟巴拿马那边都有公布最新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什么呢？首先呢，现在被扣在中国各港口，包括有香港、澳门的，大概是492艘挂巴拿马船的船旗被扣啊。而且其实现在事实上是全世界挂巴拿马旗子的船大概是8800艘，而现在呢已经改挂的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说起来没有2500艘已经直接改挂了。所以这个严重性就可以知道，因为过去巴拿马呢光靠挂这个旗子，每年可以收大概6.5亿美金。这个真的是不小数目你就只是让他们挂跑来跑去，也不干你的事，也不用管他们。所以呢，这次不只是巴拿马自己严重，已经1/3的钱已经收不到了。其次是这些刚刚讲被扣的船的这些船东、船商的投资者，他们要缴太多钱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当中呢，巴拿马总统特别请求中国，他就硬要派他们的海事局的这个局长路易斯跟他们一大坨人。一团人在7月17号7月16号到18号这3天，非要飞来北京，好好直接来谈。而且现在江湖上传说，他们这次要来谈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不是都跟你谈吗？可是为什么这次要来，他们硬要来谈？
这里头江湖传说，他们这次可能就要谈说，我就赔你了。就现在不是先前这个有关于长江合记的部分20亿吗？卡在这个国际仲裁，所以现在听说巴拿马已经找的地中海那边的许多的能够运营的船商，就是说我就准备还钱比你多，要赔26亿，比你更多。所以这次北京是不是会谈成？当然各方面认为不可能。中国不是为了只是这个赔偿而已，但是知道巴拿马是带着你说诚意吗？也不知道，就是要来。我们要知道，其实现在被巴拿马的影响已经是非常非常深远。包括最近一阵子，大概就这个里面还有个背景，大家了解，也就是说，美国还有联合其他14国，它不是只中南美洲啊，其他一些国家，然后呢，针对于中国对巴拿马的这个扣船的这个动作表达抗议，就美国带头提了一个委婉的抗议。那么这个也是在这次的这个背景之下，再加上这同一个时间来去北京的时间呢，巴拿马的民间也就议会也有一些议员专程要飞来台湾来谈，就哎呦，巴拿马你不怕触红线吗？但我们知道，其实巴拿马跟台湾的部分的建交，中华民国建交很长时间，到前几年才断交。台湾虽然没有办法买它的很多农产品，和台湾买它的白虾，非常非常多，是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买它白虾最多的这个地区哈。所以巴拿马也有一些多手策略，感觉是在运用。但无论如何，经济上的损失，像我们刚刚讲，第一个部分就是扣船，还不只是包括挂船的这个。第二个部分是农产品，刚刚已经提到了巴拿马先前的农产品，先前这个事情之后。中国大陆从去年的部分，特别是今年初的时候，对巴拿马的农产品的进口是0一根香蕉、一根什么挖沟全都不进来，所以这对于农产业输出非常重要的，巴拿马政府就有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希望说你开一点也好，我赔你钱嘛。那第三个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因为过去巴拿马船经过巴拿马运河。进过最多付最多钱的就是中国啊，就中国的船是最多的，所以现在已经中国船几乎都没有走巴拿马运河了，全部都到底下的秘鲁的前海港，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对巴拿马来说，在运营这个巴拿马运河当中是一个斩杀式的部分的没有钱，所以你看这种不只是船被扣这件事情，所以这些已经影响巴拿马的 GDP 可能会超过30%。所以现在就赶快去求北京，但能不能谈出结果，各方是表达悲观。好，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报复行动手段非常的多，已经重挫了巴拿马籍的船舶的生意之外，还有包括它的农业的生意，经济上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国库的损失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看到14号当天，巴拿马已经急赴北京去求和但是呢，中国大陆现在看起来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外交部长林健最新出来发言，他说呢，我们中国大陆的我们之所以扣押巴拿马籍的船，全部都是依照法律的，因为你的船舶有非常多的问题。于是呢，官方就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他说呢，光是今年巴拿马籍的船舶到港比例大约占外国船舶大概是20%，这个比例相当的高，而且重点来了，中国特别提到说，但是你们的船呢，出事的比例跟死亡失踪的比例高达50%，所以呢，我们今天提高对巴拿马籍的船只做检查，他认为这件事情是合理的。那美国听了也很火大，最新是美国的联邦海事委员会继续放话，他说中国你继续扣押巴拿马的船籍，不排除会对中国航运企业祭出更严格的措施。没想到美国还比中国更加强硬，干哥怎么看？美国你根本就爱说笑，你还要对中国祭出什么措施啊？好，我先坦白讲一句好了，巴拿马被扣的这很多船，都是运送美国货物啊，所以美国才会跳起来，FMC 才会准备要这样干。那什么？那叫外交放话，外交辞令，听听就好了。我们现在来算账好不好？1997年开始，长江合记实业跟巴拿马政府是签约的。然后到了什么时候？到去年，巴拿马的最高法院突然宣布说，长江合记实业在巴拿马这两头营运这个航运是违宪，违反巴拿马宪法。多严重！天哪，违反我们国家的宪法，宪法是国家大法。中国人在这边做生意违宪，所以扣押驱逐中国的企业，那你是什么？你是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对不对？那后面是谁在运作？美国人嘛，对不对？川普讲那么明白，绝对不能让中国人在我们
这个后院绅士，还这个以前巴拿马还是我们美国还给巴拿马的，对不对？现在换中国人来经营，那钱都给中国人赚走了。其实说句实在话，美国人你这个巴拿马运河成立到现在200年以来啊，你们赚了多少钱？美国人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中国人在经营的，就是在巴拿马运河两端经营的这个航权之后，巴拿马本身受到多少的实惠，也只有巴拿马自己心里清楚。结果你们最高法院判了这样的，好，美国没有关系。1年多以来，中国开始进行报复，但是他们的报复都林健讲得很有道理啊。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这些不管货轮、邮轮啊，出事的比率占他们所有的20%。哇，就你们巴拿马就占20%，全球快200个国家出事的比率你们占20%。等一下，死亡跟失踪，为什么？什么出事？出什么事？就是船跟船撞了。奇怪，怎么都是你们巴拿马人的船在跟人家的船相撞，然后相撞，船员落海、失踪、受伤，那个比例更高达1半。也就是说，假设在上海啊，在那个黄埔啊外滩，这个有一艘巴拿马船出事啊，一撞的结果，我跟你讲，其中啊一定有1艘是巴拿马船，1艘是别的船。占了50%，是比例这么高，所以大家就晓得，像这种权宜轮，什么叫权宜轮呢？也就是说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这种船哦，因为他们缴的费用很低，他们刚刚上次讲了，1年他可以收6亿5千万美金，为什么？收的很低啊，大家都来挂啊，多少艘船，8000多艘船就挂巴拿马的国旗，只输给第1名，那个第1名你听了可能都没有听过这个国家叫赖比瑞亚，赖比瑞亚是钱来我就给你挂，所以权宜轮是这样，大家能够了解了吗？巴拿马是到处都要赚钱，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巴拿马的船被扣押这么多，中国还继续说，来巴拿马你的香蕉出问题了，你的咖啡出问题了。我可以告诉你，你要跟中国斗哈，巴拿马哈，我看你一口气哈会喘不过来，美国到最后也会知难而退的。好，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巴拿马继续还会再跟中国斗下去吗？那最新消息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嘛，所以巴拿马现在人呢就去了北京，代表团去了北京，希望能够跟中国好好的谈，签订这个叫做海上运输协定哦。因为呢，其实在过去多年来，其实巴拿马在中国的港口是有很多优惠的，不管是这种优惠港口的费率，或者是快速通关等等，他也希望说能不能借由这次的谈判拿回来。那其实这一次巴拿马之所以去中国，也是因为这个巴拿马总统的授权哦。所以接下来巴拿马的态度又是如何呢？舰长您又如何看？首先，大家知道这个巴拿马是原来跟中华民国建交，就台湾建交，他在2017年的时候才跟中国大陆建交，所以当时中国大陆就给他一个最惠国待遇，就是他所有的通关啦、税率啦都是非常低的。那因此呢，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很多的船挂他国家的国旗。那挂他国家旗大概有几个东西要去考虑，就我今天是船长，我有一艘船，我要挂谁的呢？我可以挂你，我可以挂他。第一，我要问你们国家的税率多少？而且你们国家跟全世界是不是都很友好？好比说，你叫我挂以色列，我就不敢挂了，对不对？这很危险。但是像这些，我们这个巴拿马啦、委内瑞拉啦、马绍尔群岛这些国家，都是一个跟全世界大概没有什么争执的地方。那找他挂比较容易，但是很多国家都欢迎你来挂。那还有第二个就是，我怎么样能够申请？这个过程会不会很复杂？你知道你来挂我这。我首先要对你检查一下你的安全怎么样，你的消防怎么样，你的船员是不是合格啊什么的，你这些东西有个过程。那这几个国家都比较这个容易，所以他就找他挂。那巴拿马现在又有一些这种叫做什么最惠国嘛，所以很多人喜欢找他挂。那但是到目前为止啊，像我刚说这3个国家啊，巴拿马大概是8800艘，委内瑞拉6000艘，马绍尔群岛6300艘，这是他们自己挂他们的。但是如果中国不让你这么顺利的话，像巴拿马这样的话，对，全球大概这些大型商船每年要停到中国一次的这种几率大概7成8成，所以绝大部分1年都要去那里，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那如果中国针对你，其实他没有扣押，就所有的政府只要说我严格检查你，你船一来我就跟
刚刚说那一套来，你在船上安全怎么样？对，消防怎么样？那个谁，华干兄是船长，你的证照给我拿来看。哎呀，不对啊，你哪里不对？你没有重新考什么？他只要刁难你，你就几乎非常非常的累。所以中国如果说今天要跟巴拿马对上的话，巴拿马当然第一个，你问他会不会去给他签续约，不会去签。那如果是找他麻烦，会不会很多人退？当然会退。你何必去惹这个？我挂你的这个叫做传奇国，我也没有多大的好处，你给我惹来那么大的麻烦，我当然宁可换一个别的国家去，马绍尔群岛去，也没有什么大的困难。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持续跟中国不解这个结的话，他的传奇国会越来越下降。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艾斯摩尔的护城河被撼动了吗？今天会来特别剖析中国大陆的 EUV 正式的出光，另辟LDP 的光源的路线，还用氦气来反击日本。美日封锁第一道防线，难道真的被突破了吗？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们留言一起来做互动。如果您认为大陆的 EUV 出来会撼动艾斯摩尔的话，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这时间还很难说，还早的话，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来做讨论。这场美中晶片战现在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过去大家知道，美国联手，不管是荷兰或者是日本，一起去卡关中国大陆获得 EUV， 免得中国可以持续的往5奈米、3奈米的制程去推进，卡住它的 AI 晶片战。现在最新消息，大陆没想到很快速的立刻有了最新突破。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发现了在深圳首台的 EUV 曝光机的原型机正式的出光了，成功可以生产出13.5奈米波长的极紫外光。外界比较震撼的事情是，中国开始突破了 EUV 现在最核心，也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来特别讨论的艾斯摩尔长期垄断的技术，就是光源了。我们先来看到艾斯摩尔用了什么技术，再来看到中国大陆又是用了什么跟艾斯摩尔完全不同体系的一个技术。艾斯摩尔采用的是 LPP 的一个路线，利用高功率的这种雷射持续的轰击洗涤产出 EUV 的电浆体。好，再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团队研发出的跟艾斯摩尔完全不一样的，它是 LDP 的技术，使用的是雷射诱导放电电浆，具备系统的体积比较小、功耗更低等等的优势哦。这些比较细节的部分，等一下请上这个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其实针对这个计划，中国大陆这一次一共是投入了400亿美元的资金，打造了自主半导体链。那么中国同时呢，来自于路透社的揭露，在深圳打造的这个叫做中国版本的曼哈顿半导体工程。同样的，他另外一手是继续的延揽具有艾斯摩尔工程背景的工程师，希望在 AI 的晶片战上面呢追赶西方。我们先来看到中国大陆首台的这个 EUV 的原型机正式的曝光，跟艾斯摩尔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这一次真的是撕开了美国的晶片封锁，可不可以这样解读？上这个怎么看？好，首先中国大陆能不能做出光刻机，尤其是 EUV 极紫外线光刻机，这个是全世界非常非常关注哦，它影响整个全世界的科技半导体的产业的部分的未来的发展的格局，而且甚至应该说是中美2大国的科技对抗当中最顶级的这个等同的国安机密哦。那其实这个消息怎么会被路透社讲出来呢？其实最大的关键，其实路透社因为这个大陆能不能做光刻机的任何的东西，特别是紫外线，任何，因为我们知道还有光照啊，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技术，那个光刻胶，所以都在掌握情报信息。结果路透社就掌握，发现说华为竟然要在2026年的第3季有一个光刻机就出光的这个机台，要在工厂里头开始试做，然后来调教。是因为这个消息流出来的，路透社才知道，所以中国大陆因为这么机密的东西是国安机密，按照道理不会讲的。好，于是大家就来看这消息真的吗？我们都知道艾斯摩尔这个所谓的他用这个 LPP
它就是雷射哈，就有个电浆，我们刚刚讲，它来通电的这个洗滴之后小小的啦，那雷射去打击，就是强力强悍的去打击之后，撞击出这个电浆产生的这个极紫外线，而且是要带特定的波长、特定的这个奈米的这个级数一直控制，所以这个当然研发很久。好。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这个 LDP 技术，你觉得它是吹牛没有？这是哈尔滨工业大学3年前的论文。就3年前论文当中已经讲很清楚，说他们做法其实不一样，因为要知道中国大陆做光刻机要绕开所有的这些欧美全部这个专利，不知道有几百个、几千个专利哈，所以他们的做法是虽然是同样是雷射，可是这里头他们是把电浆这个洗当中通电。所以他们的电浆跟先前那个没有通电的这个艾斯摩尔是不一样，在通电当中来讲，雷射等于是有点像双向奔赴。先前我就是我打你，我硬把你打出极紫外线，那这个就是有点雷射跟这个放电的电浆双向奔赴产生出的这个同样具备这个13.5奈米的这个部分的极紫外线，所以它就完全不同的理论系统，然后它的这个工艺技术要做出机器也不一样。所以这里头但没想到哇，3年内就做出来了。好，至少在这个消息当中，其实当然现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全世界关注，很多人就是说，哎呀，首先第一个你还没有出光片嘛，出这个晶片，而且你要知道，你不是有光刻啊。我们都知道台积电它底下的那个机台载台，因为它光刻叫吱咕吱咕，1秒钟把打几千发，所以你这个机台的速度移动，还有它的稳定性、校准精度，你也还要底下这个东西，但它还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啦，但至少这次没有宣布。而且现在这个很多的零件，我们都知道，这里头还有包括像光照的检测、光阻剂，大陆有光阻剂对吧？但灵敏度怎么样？极紫外线很不同的，另外还有个木系的反射镜。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极紫外线光刻机里头，这个艾斯摩尔宣称他们有10万个零组件，零组件是一套一套的，可是拆成所有小的东西是70万个，也就是说，70万个如果我们等同的东西是中国大陆全部都要自己做，全部要造出来，真的不是很容易。所以现在有人说可能是逆向工程，没有用艾斯摩尔的，可能是用 Nikon， 或者是我们都知道 Canon。在日本也有他们的这个光刻机，所以他们的概念不一样，因此也推论说，大陆这个 LDP 的现在如果能够做出来最新的光刻机是怎么样？首先结构更简单，第二体积更小，再来效能更大。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再难的东西，它最后都把你做得更简单，还有白菜价，所以看起来光刻机这么难，好像不是说大陆到底什么时候攻克，但至少2026年的第3季，华为要把光刻技术这个部分。开始上机台进行调教，那这事情是真的，所以后面今年年底下半年到明年，甚至到未来2年之内，是不是同样中国大陆就做出光刻机？好像真的有可能啊。好，所以非常快速。今年秋天EUV 正式的上机台这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更快速。那一方面，中国大陆持续的发展它的 EUV， 大家也非常的惊讶已经立刻看到这机台。另外一方面，它还有能力去卡别人的脖子，也就是最新它已经锁定了上游的这个材料。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氦，因为呢最近。因为世界上的2场战事，包括在这个中东的战事，还有俄乌战事，所以呢，原本供给氦的2个国家，包括了卡达跟俄罗斯，他们的这个供应卖给中国大陆吃紧那中国大陆有点像是中间商他把这些氦从卡达跟俄罗斯买来之后，就出口给日本。现在呢，他决定要把这个氦气给卡住，也就是不再出口给其他国家了。那影响到的就是立刻是日本的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因为我们知道生产 EUV 的当中的材料非常不可或缺的就是氦。它这当中可以做冷却的技术，还有简陋材料的一个技术，这对于日本的冲击又有多大？干哥怎么看？好，对，大家可能对这个氢气，我们现在中国对氢气的研发不是这个很热络吗？但是对氦气大家就不太了解了。好，氦气叫做什么？氦气叫做气体晶片。为什么？因为你在 EUV 的那个过程之中，你一定要用到氦气来冷却。你如果没有用到氦气的话，我跟你讲，那个产品的良率就报销了。所以这个是在液化天然气的生产过程之中出来的副产品，但是它非常重要。那像这么重要的东西，全世界产量最高的不是中国，因为稀土是中国，但氦气不是中国。世界上产量第一的还是美国，美国是8100立方公尺，8100万立方公尺每年。那中国只有多少？300万立方公尺，
可是中国的角色太重要了，为什么？你要知道，中国它现在像刚才思明讲的，它现在最主要的进口的那个氦气都是从卡达跟俄罗斯进来的，结果一打仗，好了，波湾完了，卡达的这个氦气船开不出来了，马上就停产了。你知道停产有多严重？因为卡达占有全世界产量33%，有那么多。再来就是俄罗斯，俄罗斯也说我不出口了，为什么？因为国际条约的关系，最近它也不出口。中国现在要进口的2个对象，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卡达，都进不来。中国自己本身1年的产量大约5000吨，其实占比大约不到2%而已。那你现在这最重要的问题是，直接影响到的是谁？是日本，而且是日本最大的设备制造商，叫做东京威力科创。对，东京威力科创没了氦气啊，他啥也不用干了，他啥也不用做了。中国在今年把氦气正式列入什么？正式列入战略资源。你会想到，都是那17种稀土啊，重稀土才是战略资源啊，怎么连氦气都变成这个战略资源呢？因为它在半导体的制作过程中，它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如果今天日本拿不到这个东西，它又要回头向我先跟各位讲啊，氦气装上 LNG 船的过程要好几个礼拜，不是你装到桶子里面，然后货车一运过去，然后上船就好了，没有那么简单。氦气因为它非常讲究稳定性，所以说它光是从产地到装上船，它要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氦气这种为什么它能够被叫做战略资源？所以为什么中国一宣布不再出口，你知道，当地气体股啊，深圳 A 股气体股马上飙了好几个指数，所以大家就看到像这种东西，其实老实讲一句，对于韩国也有影响，对于日本也有影响，但对于日本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中国在很多方面之间，老实讲一句，虽然它不是主要生产国，可是长期以来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那日本现在威力科创因为没有了中国的来源，它又要再寻求其他国家，卡达、俄罗斯都不可能，回头找美国，成本是从中国进口的3倍以上，怎么办？没有人知道怎么办。大家就知道说，跟中国人做朋友、做生意其实很重要。好，我们刚刚讲的都是这个 EUV， 还有包括了氦气对于这个先进制程的生产的一个重要性。但是呢，大陆也现在考量另外一条路了，就是说，如果今天 EUV 设备一直被卡关，或者是说拿不到氦气等等，会有许多的问题。所以他现在也想到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用 EUV， 也可以生产所谓的先进制程？于是呢，中国大陆又走了另外一条路。现在来看到的是这个中国大陆的企业叫做元极微科技，它启用了全球首条2D 半导体的试产线。这次利用的是2维材料技术，在不依赖 EUV 的状况之下，可以打造5奈米等效的晶片。他还喊出未来5年挑战1奈米。现在呢，艾斯摩尔可紧张了。他说：“好，没关系，美国不让我卖 EUV 给中国，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维持包括销售 DUV 还有它的售后服务呢？”艾斯摩尔现在非常的紧张，舰长又怎么看？首先，中国所有对科技发展你慢慢看多了，你就知道它通常是双轨并进。第一轨就是正常的方法，好比说晶片，我们是照这样子去做的，经过这个那个的什么。那个什么 EUV、DUV 的光刻机啊，这是一种正常的方法。我依据这个全世界的这科技，我慢慢在后面追。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他找一个不同的材质、不同的手段，就是我能不能够做一个创新？如果可以，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当初摄影的一个胶片、一个数位，那就真的是整个的推翻这个技术了。那这一次他提出的这个2维材料啊，不是他现在想到，他已经想了很久了。就好像涛定律，那是已经真是10几年的这个研发的结果，多少人在那个投入的。2维材料也是一样，2维材料跟传统的晶片的3维材料，它就是更薄、更柔、平整，而且低功。你光听到这些东西你就知道，哇，也不容易脆。所以它的如果成功，那是一个不得了的。但是当他说出来的时候，代表他已经有所想法跟认为它可以大概大致成功的。然后至于这个叫光刻机是大家都一直很好奇，我一直最好奇为什么光刻机这么难，
后来我才研究的结果才发现，因为那个镜片，全世界最好的镜片是蔡司的，蔡司的那个镜片呢，就是当那个东西要透过它，你不能光变形，如果缩到很小的时候还是维持一样，那个技术非常高。但是大陆也在朝这方面发展。目前除了这种像这种叫做光刻机的，那个是太尖端了，其余的消费级的，中国已经追过去了。那至于阿斯伯为什么会担心，你知道？因为中国一旦做出来，就变白菜价，就赚不到钱了。这是他最担心的，不是你追过我，追过我也有市场啊。但是对不起，那个价格整个就会跌下来。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川普海盗来了。这一次他说呢，最新放话，他说未来想要通过荷姆兹海峡的国家，我要对你征收20%的保护费。这个保护费呢，价格经过估算，竟然比伊朗的收费还要高了15倍。话一说完，国际油价继续的暴涨。今天就这个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探讨。好，中东的冲突再次的升温。革命卫队最新消息，他已经把这个整个荷姆兹海峡都给完全的封锁住了，包括当天呢，他向一艘未经核准航行的这个货柜船开火，导致这一艘是来自于塞浦路斯籍的货柜船。引擎室严重的损毁，1名船员失踪。随即，美国立刻对伊朗发动了新一波的空袭。在这个事故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个统计，有关于荷姆兹海峡它的船只在上面的通行，在战前大约平均一日是125到140艘，现在单日已经剩下不到10艘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来看川普最新呢，针对荷姆兹海峡，他决定呢要来收费了，大收费。他说呢，美国才是荷姆兹海峡的守护者，未来基于公平性，我们将会对在这边要运送任何货物的船只征收20%的一个费率。巴西总统鲁拉听了非常的气愤，他说这根本就是海盗行为。伊朗的外长说，川普你收的这费用实在太贵了，我们伊朗的比较合理，才是真的海峡守护者。我们来看一下伊朗的收费是这边经过估算，一艘大约是200万美元，相较之下，确实美国收的费用是伊朗的15倍，难怪呢，伊朗在这边稍微开酸了一下。除了针对于海峡收费之外，这个川普也最新放话了，未来还有这个军事保护费，要求要负担这些军事保护费的国家，他也点名了，包括了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未来川普说，你们还要缴另外一笔是美国保护你们的费用，这个费用到底合不合理，还是他在发战争财？川普，那尚志哥怎么看？其实就这样子，打仗这种事情，首先有2种，一种有时候打红眼。就是打哇，就是瞎打一通；另外就打歪楼了。我们这次看，大家应该还记得这场美伊战争的原始之初，这个川普最要的什么？是核浓缩铀，他不要让伊朗有核能力。然后他那个口口声声都在这里，然后对美国国会表达解释，也是仿佛小以大义，然后为了中东和平还有世界和平，因为伊朗如果有核弹的话，全世界你欧洲也可以打你。可是现在。打到现在，大家要看到了。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打，主要还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因为他是荷姆兹海峡这件事情惹恼了他。所以在惹恼的过程里头，他就你知道，毕竟商人，当他很火大的时候，他就要收钱，就是跟他关税很类似。所以他这次提到说收20%之后，真的是大家都笑了哈。当然没有人紧张，都笑了。我觉得最酸的真的就是伊朗，说哇哦，比我们收的还要更多哈。要知道，其实这一次。我想这个部分会不会具体的实施？因为大家也不会缴啦，你要怎么缴呢？你要怎么收？你要怎么算呢？然后你要整个在美国的这个预算里头，你要怎么样介入呢？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里头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在这个波湾当中来讲，首先是美伊战争，如果说你有一个和平的具体的部分的曙光，
然后你于是大家来谈钱也倒罢了，现在还打得不可开交，还可能更严重。而且现在包括欧洲国家也有点受不了了。我们知道英法都说他们也要来护航荷姆兹海峡，所以最近其实这一次当中，伊朗也同时打了法国的3个军事基地跟英国的1个基地，就在今天哈。所以我们在知道这个过程里头，就变成这里头现在有点开始是一锅粥的。这一次并不是他说要收钱，这里并不是个新的方向，我觉得是打歪了歪楼，再加上打红了眼之后，然后再加上川普的火大，再加上商人，这个一锅粥当中突然萌鲜出了一个收20%，一个非常荒谬。你觉得中国会缴吗？然后中国在搞，然后日本那些会缴嘛？所以都真的很难说啦。但我觉得无论如何，荷姆斯海峡已经更加的确定这次的影响性。但是我们要注意，油价这一次只暴涨到70块美元，没有突破100，也表示说虽然上涨，因为它现在跌到大概50-60左右哈，但平常价，所以也就表示说现在资本圈已经开始脱敏，并没有因为川普讲说我要收20%，油价包括资本圈就疯狂的失控。还没有到这样地步，当然对还是影响到包括台北股市的这样子的一些反应，但我认为这些反应不会太久。好，那同样问题，县长要怎么看？首先我说收20%是做梦，不可能的。第一个不合法，在国际法更不行。第二个就是美国没有能力，现在那个整个在控制在伊朗的底下，他控制了荷姆兹海峡，除非美国把伊朗在所有能够够到这个武器够到这个荷姆兹海峡的地方都占下来。否则他不可能说这个护航这里，那他怎么可能站得下来？地面不会推进去，美国不知道要死多少，他不会去做这个事的。但他为什么这么说？他为什么要说大家要出钱？我第一个其实我想到，当然我可能我的这个内心比较黑暗一点，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当我说你们大家都要出钱，可是你们都不出钱的时候，我就说那对不起，我走了，因为我为什么要花钱保护你们？我觉得这是他撤兵的一个理由。就到时候我走的时候，因为这个，因为那个，中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们都不出钱，我为什么要一个人保护你们？你们都是这么有钱的人，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想法。那第二个，他当然就是对美国国内的选举快到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帮他们出钱呢？啊，对不对？那美国选民一定认为，对，我们不应该帮他们出钱的，我们要收钱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主要的考量，一个就是他真的想要走，这是他骂别人的一个理由。第二个就是他也要对国内的一个交代。你看没有，我没有让外国人来欺负我们美国人哦，大概是这样。好，这会不会是川普这个未来的选举策略、政治上面的考量？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国际油价哦，在这个川普跟伊朗打来打去互轰的这个状况之下，现在呢不排除现在市场预估不排除挑战$85或者是更高的价格，未来可能都要由美国的消费者买单吗？干哥怎么看？我跟你讲哈，川普搞这一招哈，你知道最生气的、最可怜的是谁？你知道吗？就是买黄金的那些投资者，你知道，本来啊黄金已经开始抬头了，结果现在一搞，好了，黄金又跌下去了。北海布伦特原油已经涨到了83块1桶了，那最高点的时候，然后西德州中级原油到了78块，2个差5块钱。当然这个都浮动的啦。可能明天就掉下去也不一定，但是美国如果再打一波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又再往上爬。它虽然不太可能会冲破$1001桶，但是光这个价钱就害黄金从每盎司$4000已经掉破$4000的大关了。哎，这真的很多投资人心都在淌血，你就晓得了。川普搞乱国际金融秩序的功夫是一流的。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你要知道，每天的营运成本有多高。如果这些船不能从荷姆兹海峡安全的通过的话，那商人要花多少的加倍的成本下去？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为什么荷姆兹海峡是你伊朗的？阿曼也说那也是我的啊，我也有一边是我的啊，对不对？怎么不是我收呢？等一下，卡达说我也有一点啊，我也要收啊，所以到底谁该收？结果阿拉奇跑出来，伊朗外长他说。我告诉你，过这个海峡当然是要收钱的啦。不过不是美国收，但是我收啊。对，照这样子讲的话，那台湾海峡，我们台湾可不可以收费啊？那对岸，我们祖国亲爱的同胞一定会说，不是，这个是我们靠近海南岛这边，当然是我们中国来收费啊，对不对？这更不像的话，那胡说八道，川普那痴人说梦，怎么可能说我今天他跟你美国什么关系？他是阿拉伯世界周边波斯湾周边国家的事情。你如果说他们正好
石油从这边出来，那也不关美国的事。你川普就是要收保护费，就讲白了保护费嘛。那么多船，为什么要关闭 AIS 系统 ？AIS 系统船舶主动那个通报系统，也就是说，伊朗他在这几天为什么会打这些船？就是我问你的，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航管中心在问天上的民航机，就是用询答机来问他，要回答。你不回答，我们就认为你的飞机被劫了。你知道？那叫询答机。transponder。然后这个是什么 ？AIS 系统是所有全世界海上公定的，你要过去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回答我，因为我叫革命卫队。你不回答我，我就打你啊！因为这样而被打。你要知道，那个如果要停下来的话，要交200万美金啊！所以能闪的话就跑，知道？所以为什么这样？那3艘就被打到了，大家都是。